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从不过多介入，恰恰是当今忙碌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力量。那些不受人际关系困扰的人，正是具备不介入的力量。在工作中或生活中积极面对问题的人，也是具备不介入的力量。而那些能够每天过得愉快幸福的人，同样也是具备不介入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培养这种不介入的力量，过上没有烦恼、愉快的每一天。这次我想分享的是由生野俊明精心撰写的工作和人际关系顺利展开的放下的力量，更加冷静也是可以的。现在让我们开始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我将解释不反应过度、不过度介入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改变您的人生。第二，我将解释人生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强行去掉非黑即白的生活方式。这些内容非常令人动容，也非常有益，请务必听完整个视频。那么，我们立刻从第一部分开始，讲解不反应过度、不过度介入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改变您的人生。现代人常常被过多的羁绊所困扰，而且现代生活非常繁忙，许多人都被紧张的日程压得透不过气，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被人际关系和工作所左右。对于这样的现代人来说，作者指出，他们需要的是放下不必要的事物的力量，能够通过自己思考，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能够巧妙地放下他人的言行和无关紧要的信息或知识。这样的人才能轻松愉快地生活在现代。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我们都希望每天过得舒适快乐，对吧？那些希望过上愉快生活的人，请务必意识到培养放下不必要事物的能力的重要性。那些总是纠结于过去的遗憾，或者无谓的担心未来，让自己陷入苦恼的人，现在正是需要培养放下的能力的时候。如果能够巧妙地放下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无可奈何的事情，以及已经发生的过去，每一天将会过得有多么舒适快乐呢？请学会放下那些不需要过多关注的事情，这样您的头脑和心灵就会变得清晰，能够更集中精力处理眼前重要的事情。通过将烦扰和不愉快的事情降至最低，您可以过上更加愉快、舒适、健康的生活。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在无谓地消耗精力在无法控制的事情上，例如试图改变他人、后悔过去、过度担心未来等等。但这些事情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相反的，将你的心思和精力集中在你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上，全身心投入其中。这样的生活方式将会给你的每一天带来多大的改变呢？放下那些对你来说不重要的事情，专注于你能够做的事情，眼前的事情。如果你每天都能积累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肯定会朝着幸福的方向前进。不过，我觉得放下这个词并不被大多数人所喜欢，因为它可能让人联想到中途放弃某事或者懒于处理应该做的事情，给人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然而，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有很多情况下放下其实是最好的选择。现代社会受到大量信息的影响，人际关系因社交网络的发展变得异常复杂，对所有事情都做出细致的回应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另外，如果你对每件事都一一回应，那么你宝贵的短暂人生可能会很快就结束。因此，放下成为必不可少的能力。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讨论如何培养放下的能力，解释如何掌握放下的秘诀。首先要提到的是以下5个要点：学会放下的秘诀。1. 更加冷静的思考。2. 知道自己的选择都是正确的。3. 跟随缘分的指引。4. 不要预先担心，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过多考虑。5. 是找到适当的放手之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具体讨论和解释。首先是第一个要点：1. 更加冷静的思考。学会放下的秘诀之一就是更加冷静的思考。最近，作者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别人能够完全了解自己，他们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详细披露自己的一切。坦率地说，世上并不存在完全了解你的人，
同样，你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别人，因此，希望别人完全理解自己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实际上，希望实现却只会带来失望。与其如此，人际关系更适合以更冷静的态度思考。作为现实问题，如果有一些朋友彼此之间能够至少了解对方一半，那就已经是很好的了。甚至如果只能了解1/3或1/4，也已经足够了。事实上，期望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因此即使只有一半的理解也已经足够了。更冷静地考虑这一点，我相信人际关系会更加顺利。比如，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认为家庭成员应该100%理解自己的想法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即使是家庭成员，每个人的个性、喜好、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都不相同，因此要完全理解彼此是不可能的。试图达到100%的理解，只会造成紧张和不和。因此，在家庭关系中，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即使是家庭成员，也是不同的个体，并且彼此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例如，近年来离婚率越来越高，这表明即使夫妻相互陪伴多年，也不一定会更深地理解彼此。夫妻之间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也是正常的。如果至少能理解一半，那就已经很好了。而对于无法理解的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下他们，不强求适应。这被认为是保持夫妻关系和谐的最重要的秘诀。此外，对于那些在工作场所因人际关系而感到困扰的人，需要强调的是，在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中也要保持理性，放下一些事情。如果你能够认为职场人际关系无需过于深入，或许会感到轻松一些。在职场人际关系中，避免过于深入是很重要的。确实，在过去的职场中存在着浓厚的人际关系，比如参加中间新年的祝福、运动会或团队旅行等活动，以及在喝酒的同时涉及私人生活的聚会。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很烦人，想要逃避。实际上，在职场中，基于不干涉他人的原则建立人际关系会更加顺利。特别是在现在，要求保持一种理性态度尤为重要，因为如果关系过于亲密，就可能引发诸如权力欺凌、性骚扰等问题。特别是在职场中，人际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往往会首先产生利益关系，因此要谨慎处理，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会更好。对于那些在困扰中挣扎的人来说，只要能得到一部分的理解就足够了，甚至只有1/4或1/3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让我们更加轻松地面对，用更加理性的态度来思考。接下来，继续探讨第二个掌握放下的能力的要诀：认识到自己的选择都是正确的。这段话表达了很多人在做决定之前常常陷入纠结，不确定应该选择哪个选项才是正确的，或者在做出决定时犹豫不决。然而事实上，这种纠结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人生充满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了解的事情，而且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像英国诗人路易斯·卡罗尔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不知道想去哪里，那么选择哪条路都没有区别。换句话说，在确定哪个选项是正确之前，纠结并不重要，因为无论选择哪个选项，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关键在于努力朝着所选择的道路取得良好的结果。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然后全力以赴去实现它，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样做会让心情轻松很多，消除犹豫。接下来你只需要思考如何将已经做出的决定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即可。这样做，结果自然会随之而来。这段话强调了一个重要观念，重要的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哪个选项是正确的，而是努力让自己的选择变得正确。这种思维方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至关重要，因为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生活充满了需要通过实践才能理解的事情，
然而犹豫不决，不敢尝试，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决定自己选择是否正确的，不是别人，也不是其他人，而是你自己。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个技能，跟随缘分的指引，是指尽量顺其自然，不强求，不勉强，而是顺应着生命中的缘分和机遇，从容地接受、面对和处理事物。如果你现在感到心乱如麻，或者觉得生活陷入了僵局，我要推荐的就是跟随缘分的指引。这样做会让心情轻松，你的生活会变得顺利起来。虽然缘分这个词经常用于人际关系，但事业和日常琐事也都是由缘分决定的。我们的生活能够顺利进行，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缘分的引导。实际上，我们遇见谁，从事什么工作，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由偶然决定的。因此，有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部分，这就是缘分。所以，跟随缘分，顺从它，生活会变得顺利起来。作者指出，反过来说，如果与某人或某事不顺利，那就是缘分没有到。认识到事情并非缘分所致，也是一种重要的态度。比如说，无法被心仪的学校录取，无法加入理想的公司，未能达成合约的工作，被迫终止的职业，因无法调整日程而不得不拒绝的邀约，以及与人之间未发展至亲密程度，或者未达成结婚的关系，这些情况只是因为缘分未到。这样的想法会让你感到清爽，让心情变得轻松，并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对方的错，只是缘分未到而已。相反，如果强行推进，违背了缘分的安排，结果也不会顺利。跟随缘分的指引，顺从它，就足够了。例如，假设有人离开了你的生活，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执着于离开的人，简单的认为那个人与你无缘就好了，不带任何情绪的看待就好，让人的相遇顺其自然，让时间来决定。当工作伙伴离职，或者与交往5年的女友分手时，失去了与亲密人共度的时光，无疑是令人寂寞的事情。有时候或许会留下一些不舍，甚至想追随着离去的人。然而，我们经常听到不要追逐离去的人的说法，这意味着不要固执于分别所带来的痛苦和孤独，而是淡然的告别。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无法忍受的伤感的离别，比如与交往5年且认真考虑结婚的女友突然分手，也许会让你产生追随的冲动，但是在那个时候，追随他的背影，这样做是否会有所回报呢？我们无法改变别人，我们的决定已经考虑到了对方可能离开的情况，所以我们无法轻易改变这个决定。即使我们暂时强行挽留，迟早他还是会离开。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为缘分未到而放手。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不要追逐离去的人，也不要拒绝即将到来的人的态度。缘分并非我们能够刻意掌控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相遇。我们只需坦然接受，不深究，顺其自然，不拒绝即将到来的人，这才是最好的做法。进入下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4个掌握的技能：放下烦恼，不提前担忧。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过多考虑。我们每天都会面对许多烦恼，不是吗？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关于未来的担忧，但是作者提到了不要过早地感到担忧。焦虑源于我们想要理解的事情，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我们都无法理解其根源。最主要的焦虑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曾经认为几乎肯定会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并未发生。或者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无论我们收集了多少数据，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心思考，我们都无法完全预测未来。当然，如果有一些可能发生的担忧，我们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毫无意义的担心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对未来的担忧没有答案，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再过多思考。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是极为重要的生活态度。
很多人总是将心思放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却浪费了宝贵的精力。然而，如果将这些精力用于眼前可以做的事情上，就有可能改变担心的未来。即使你对未来充满不安，纠结不清的考虑也不会消除这种不安。唯一能消除或减轻这种不安的方法是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未来。只有通过现在的行动，才能消除未来的不安。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换句话说，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使你现在感到焦虑，也没有用。当问题出现时，我们只需要在当下处理，而不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过多思考。因此，采取一种不再过多思考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听到这些话的人中，可能有相当多的人感到后悔，不是吗？为什么我当时会做那样的事情？如果我那时做了那样的事情，我的未来一定会更好。我认为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但是无论多么后悔过去，都毫无意义。但人类往往会陷入对过去的后悔中，因此建议大家停止后悔，转而进行评估，因为这是利用失败的最佳方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撤销的，所以重要的是改变思维的方向，从反思转向评估。比如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当你考虑重新审视整个过程时，你过去的失败就变成了未来不再失败的经验。你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处理过去，这就是后悔的力量。继续下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第5个掌握的技能，是找到适当的放手之处。在我们的人生中，不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其他方面，找到共同点的思维方式都至关重要。每个人的外貌、体型、能力和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个人的价值观一样，每个人所持有的观点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些观点中，没有对与错，也没有高低之分。我们应该相互深刻地尊重彼此的观点。然而，有些人却不愿意接受他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对不喝酒、不玩乐的生活方式表示不理解，并问对方这样的生活是否开心；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对还没有结婚、从事着无聊工作的人表示不理解，并质疑对方是否觉得人生快乐。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做法是理解对方的观点，不必太过在意。当遇到这样的人时，我们应该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师，警惕自己不要去否定或批评别人的价值观，即使有些事情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也要坚定地尊重他人的观点，并深刻理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接受对方的观点的基础上，找到与自己的观点相符的共同点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价值观一致的人。如果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与自己完全一致的人做朋友或结婚，那么我们将会走上一条艰难的道路。因此，找到共同点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任何人来说，没有人是100%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价值观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建立人际关系将变得困难。不仅在人际关系中，也在所有事物中，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都是重要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没有什么事情是对我们100%满意的，没有完全理想的工作，也没有能实现我们所有理想的人生。如果我们不设定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我们将永远追求不存在的完美，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第2部分中，我将解释人生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强行去掉非黑即白的生活方式。接下来的课程中，我将继续分享培养放下的习惯和积极的思维方式。首先，第一种，停止对事物进行黑白划分。在禅宗中，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将事物划分为黑与白的概念，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本质上都没有好坏之分。换句话说，应该停止用善恶来评价事物，停止用对错来判断事物，也停止用二元论的思维来分辨事物。这意味着要放下对事物的善恶观念，
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善与恶，一切皆取决于你的看法。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此时此刻唯一的经历。经历本身并没有好与坏，重要的是我们未来的行动。只要我们努力，一切都可以变得积极向上。实际上，我们都经历过辛酸和苦难，甚至悲伤。但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那些艰难的经历都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困难，才有了现在的你。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保持内心平静至关重要。毕竟，所有的经历都是未来成长的养料。我们总想在一切事物和人际关系中做出明确划分，但实际上，现实世界非常复杂，很多情况下无法用简单的黑白来概括。如果总是试图将一切分成非黑即白，可能会错过事物的本质。此外，将事物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会带来压力和焦虑，认为一切都可以绝对分为对与错，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过度的压力。因此，放弃追求事物非黑即白的观念是明智之举。接下来要继续讨论的，不勉强做出黑白分明的生活方式。第二种是将人生中的幸福和不幸都视为不存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心理压力源，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例如，现代社会信息泛滥，给我们的心理和大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健康。此外，随着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体的普及，我们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机会远比以前多，这可能导致自我评价下降，产生不安感，可能损害我们的心理健康。再者，现代社会对工作等方面的要求高，这会带来压力和焦虑，使我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在这种现实中，需要的是接受一切的心态，这正是保持内心平静、度过每一天的智慧所在。人生中并没有绝对的不幸，每一个生命最终都会迈向死亡，每一件事物都会有终结。无论发生什么问题，即使你挣扎拼搏，也无法避免死亡的命运，也没有永远不会结束的事物，好事和坏事也不会永远延续下去。如果我们能时刻铭记这个常理，那么无论是好事发生还是坏事发生，都不会过分沮丧或过于欢欣鼓舞，心灵和人生都会变得更加稳定。人生中并没有绝对的不幸，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接受所发生的事实。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保持内心不动摇，保持心境平静，度过每一天。现在面临困难的人，或者有烦恼的人，作者希望你们能在心中默念着：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世界常在变化之中，万事皆终有尽头，没有永远不结束的痛苦，也没有永远不停止的痛楚，一切终将终结。继续下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三种不勉强做出黑白分明的生活方式。要明白，在意世俗观念就是失败。不加以黑白对立的生活方式的要点在于，明白在意别人的看法就输了。大家有没有因为与他人比较而感到沮丧呢？确实，当觉得自己比别人差时，会感到相当沮丧。相反，当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时，会稍微感到愉快一些。然而，将自己与平均水平比较，其实毫无意义。媒体每天都在发布各种统计数据，比如按年龄和公司划分的平均年收入、结婚年龄的平均值、购房年龄的平均值，以及老年生活所需资金的平均数等等。但是这些数据仅仅是平均数，并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生活水平的标准。将被视为平均以上的生活水平作为人生目标，其实是一种空洞的生活方式。因此，我选择了不太在意这些。无论是否达到了平均水平，不要追求平均，而是要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去生活，这样会更自由、更快乐。希望大家不要总是去关注平均值，也不要太在意统计数据，而是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统计数据往往被用来操纵人们的思维和消费行为，所以不要被这种统计魔法所蛊惑，不要太在意平均值，也不要太在意社会舆论，
而是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生活。希望大家停止与他人比较，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拿昨天的自己与今天的自己比较吧。让我们把自己的评价标准从别人的眼光转移到昨天的自己身上，然后发现今天能够做到昨天做不到的事情，从中找到喜悦。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逐渐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不断提升自己。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种不勉强做出黑白分明的生活方式，就是不要过度期待。无论做什么，如果觉得人生总是不顺，或者感觉自己的人生正在朝着负面方向发展，很可能是因为期待过高。期待越大，当结果与期待不符时的失望就越大。当我们对某人抱有期待时，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可能会把不满发泄给对方。但明确指出，期待过高只会带来负面影响。过高的期待会导致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和焦虑。当期待与现实不符时，我们会感到失望和无力感。再说一下，当期待过高时，未能实现这些期待会带来更强烈的失望感。因此，提前维持适当的期待水平，对于保持心理稳定至关重要。此外，过度批评自己和他人的倾向也会导致在自己或他人表现不如预期时责备自己或他人。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不要过度期待的重要性。适度的期待会对表现产生良好的影响，但过度期待会导致心理和身体过度紧张，从而对表现产生不利影响。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人生并不总是按照期望进行的。如果事情顺利进行而没有过多期待，那就是幸运。这种态度会让人感到轻松愉快，即使成果不尽如人意，但如果超过了预期，喜悦也会倍增。我希望大家能够善于控制自己的期待值。那些对自己的人生和他人充满不满的人，很可能是因为期待过高，因此需要适度降低期待水平。接下来，我们进入第5种不勉强做出黑白分明的生活方式，就是夜晚的决定应该放弃。放弃的意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那就是不要完全相信夜晚的决策。由于疲劳的积累和思维容易偏向消极，夜晚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往往会更倾向于消极或错误。特别是在心身能量处于负面状态时，我们应该尤其避免在夜晚做出重要的判断和决定。夜晚通常是我们失去自我控制力的时段，因此不适合做出重要决策，因为在这个时候，情绪很难控制，很难给出积极正面的答案。根据自然规律，夜晚的疲劳和黑暗是身心休息的信号。大家可能听说过决策疲劳这个词吧？这意味着我们在一天结束时的决策能力会下降。当人们一整天都在做出很多决定时，我们的大脑会逐渐疲劳，选择质量也会逐渐降低。这是因为决策过程消耗了心理能量。举例来说，研究表明，法官在上午时通常做出最严格的裁决，随着下午的到来，裁决逐渐变得宽容。这说明了法官可能会陷入决策疲劳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充分休息，而不是在夜晚做出决定。尽管夜晚可能会引发各种烦恼，但我们应该先将它们搁置一边，等到第2天早晨精力充沛时再次考虑，转变思维模式并尽早入睡。早晨是做出判断的最佳时机，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接下来，我想要解释的是第6种不勉强做出黑白分明的生活方式，即不要过度摄取信息。现在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习惯，包括时不时地堵住信息的来源，不让耳目一直处于开放状态。我们生活在一个即使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物也会出现的时代，即使我们不愿意听到的声音也会传入耳中的时代。然而，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这些做出反应。在现代社会，信息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们常常陷入目不转睛、耳听八方的状态。正如大家都模糊地知道的那样，我们通过眼睛和耳朵获取的大部分信息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无关。
这些信息可能本身就存在疑问，或者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甚至可能引发焦虑，充满负面内容。此外，当我们过度沉浸于信息中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建议我们时不时地关闭信息的来源，闭上耳朵和眼睛。养成这样的习惯，可以让内心更加平静。作者指出，拥有这种习惯可以使心情更加平和。如今，信息就像洪水般涌入，如果我们沉浸其中，很快就会被无关紧要、毫无必要的信息所淹没。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控制信息的摄取，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我们像打开智能手机一样不断接收信息，会导致我们最重要的时间和精力被浪费。所以，需要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暴露于信息之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摄取，这是必要的。比如，信息过滤是一种方法，可以选择处理的信息，并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信息上。可以选择信息源，并关闭来自不必要的信息源的通知，这样做会有所改善。此外，进行数字排毒，让大脑和心灵得到休息，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定期远离智能手机和电脑，给大脑和心灵一些休息时间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你经常去健身房，就不要带手机去健身房。另外，建议在睡觉前2小时不要使用手机或电脑，这样做会逐渐让你的大脑和心灵得到休息。也许有些人早上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但是建议在起床后先缓慢地做一些伸展运动，或者放下手机去散步，进行一些早晨的例行活动，而不是立即拿起手机。通过这样做，你会立即感觉到心灵和大脑的恢复。通过接受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坦然。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